这两天的病人还是感觉持续的往上走，病人非常非常多，因为我们平时都20-30个的病人，这两天已经要接近140-150个病人了，医生非常的辛苦啊。那么昨天因为我们就是看起来上海，至少上海市每个医院的发热门诊都病人非常非常多。那么昨天因为我碰到了我们这个医生下班以后跟我沟通，有一个病人竟然从浦西，因为我们的医院在浦东嘛，竟然有个病人从浦西跑到浦东来。那医生就很奇怪，就问他为什么你从浦西跑到浦东来？因为上海家里附近旁边就诊医院是非常多的。然后那个病人就说。他到处打电话去问，哪个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会少一点，然后他就可以就是避开这个就诊高峰嘛。结果，就说我们医院还算是病人少的，这个太离谱了。反正这个说明就是看样子也不止我们医院病人多，每个医院的发热门诊都病人非常多啊。今天我利用休息时间把那个病人从7月15号开始的那个就诊曲线图给你们辛辛苦苦的画出来了，就看起来整个还是一个曲线上升的过程。我不是前2天刚从东戴河回来吗？这一回来，今天这2天啊，我就觉得老是流鼻涕、打喷嚏，我就以为是感冒了呢。我还特意从网上查了查，那网上说现在说3阳的，说北京市已经到70%，我已经2阳过了，我就怕我3阳。那大夫说你就是新冠，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，而且说也不需要隔离，就是家里人跟家里人之间戴着口罩，注意点就行了。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，只能是自己克服。医院好像现在已经不治这种病了，现在就等着那个抽血的化验结果吧。既然医院已经不给治新冠了，那你说你还设这发热门诊干嘛呀？从那急诊那么老远的地方给我们支的这发热门诊来了。刚才那大夫说话特别逗，等这就3-2分钟就给我打不住了。我说就想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新冠，我以后我知道怎么注意。你猜那大夫说什么？他说就即便是你查出来了，说从医院那个角度也不会给你做治疗的，你就回家等着去。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药，回家就是多喝水。家人跟家人之间呢戴上口罩，注意点，也用不着隔离。你瞧人说的多简单，那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这医院，那你现在这设的发热门诊还有什么必要呢？养着一大帮人，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说疫情和发烧就都给支到这边来了，不给治了。你说你真是你在急诊那儿也能治一普通感冒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北京。大家看我现在出门又把这口罩戴上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姐说他们那个黑龙江吧，整个发了大水之后，3阳遍地啊，他都高烧38度了。然后我们户外的朋友最近也是接二连三的3阳啊，都说挺难受的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就又把这个口罩戴上了。前2天看了上海的一段视频，也是，哎呀，这个说的这个门诊呢，这个3阳啊多了。人家说了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是吧？就这次洪水之后，肯定这疫情会泛滥。但是专家，哎呀，我第一说专家，我都害怕。就是现在呢，有这些医疗部门就说了，说确实这个叫什么 G5啊，什么东西，这专业的我也说不清，是吧？就这病毒呢，确实会导致这个大规模的，就是这又3阳了。最近吧，3阳又开始了，朋友们，3阳。所以大家比如说去医院呀，去人群多的地方，建议大家戴上口罩。现在我是在邯郸的一个社区医院，我再说一下是社区医院，不是大医院、中心医院、第一医院或者是中医院之类的大型3甲或者2甲医院，这仅仅是个社区医院啊。看到的是很多人都来这儿给孩子看病的，然后大人也有，医生全部都开始坐诊了。我感觉新冠第3波。第3阳已经开始了，有的都已经开始传染了，就是说家里边人得了，然后传染给其他人了。今年冬天我感觉形势不太乐观，大家做好防护。我身边好几个朋友3阳了，有年龄大的，还有年龄小的，无差别地带。症状上来说吧，有轻有重，可能是分人的体质吧。现在一提阳这个事儿吧，像去年的谈阳色变，大家也不是那么恐惧了，心理承受度也有了，但还是要注意。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认为这个玩意儿是越来越轻了，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每个人的出现状况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，特别要注意，特别要小心。现在出门大家也不戴口罩了，防护意识也没原来这么强了。但你我想想，咱第一次阳的时候，也就在大约半年多以前，离我们并不是太远，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。
开我们。但是一些这个地方都要出现一些弯曲的东西，像营造区的比较是比较。